那所以大家供的这个观音还真的有可能会显灵是吧？哎，是的，它真的有可能在所有的家里都在，那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森。小能，今儿咱说点跟佛有关的东西。活佛转世啊？哎，还真有一点提到了。咱们实际上说的是菩萨。哪个菩萨呀？观音。送子的那个？不一定是送子，有各种观音啊，统称是观音菩萨。那这本书也很有趣啊，实际上是台湾作家 Sikia 和观音的一个对话，中国版的与神对话。哎，类似。他这种对话呢，不是一问直接答，而是他问了菩萨一个问题，菩萨给了他一个灵感，一个念想，他呢再去思考菩萨这个念想表达什么，写在纸上，这样的一个对话。哦，等于反推一道，对，把菩萨的旨意写下来了，可以这么说。他是偶然一个机会啊，他在网上看到了有人去教光语。什么是光语？哎，这个光语呢，据说是宇宙的一种语言，就是说出来以后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能量振动频率啊，这么一种很神奇的语言。他呢就在网上看这个教程，听着里面的人说着这个奇怪又快速的话，认为很有趣，他就跟着去练，放松自己的舌头，让自己发出声音。那经过几次试练以后，他还真的能说出来了。光语是吧？哎，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有某种天赋似的，他呢就以为是自己远古的记忆被激活了，很奇妙，但是又能感觉到呢，跟他有一个不同的意识在他的体内，只是用他的嘴说出了这个话。这种不同于我们以前说的附身啊，他没有感觉不舒服，倒觉得有一种头脑清晰的感觉，不是占用了我的躯体，哎，而是和我融为了一体。哎，可以这么说啊。所以就像意识在他的体内，用他的嘴巴说出来。他开始也好奇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他就会问，他说你是谁？你是不是我？这个问题有点哲学概念在里面。哎，我是谁？我是不是我？他想说啊，会不会是说内在的我或者高级的我在里面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结果真的出来一个轻柔的女性声音，当然这个声音还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但是他感觉到了，说不是。那您是哪位啊？哎，也这么问了，那您是不是我的亲人？这时候听见了一声笑声，他自己也摇头轻笑，也不是。这怎么那么瘆呢？但是他整体感觉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，他就想知道他是哪路神仙，他就把他认识的神仙名字全说出来了。那您是观音菩萨、艾瑟瑞尔上师、盖亚女神、麦克天使长、阿弥陀佛、耶稣基督、圣母玛利亚，您是哪个啊？又听到了这个笑的声音啊，还是他自己发出来的。该请的都请来了，就是你不害怕吗？我这个没有什么害怕的。然后他说，那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他说，真的要有一个名称的话，你可以称我们为雨水观音菩萨或者鱼篮观音菩萨。我们哦，哎，可不是我。对，是两个人。他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他首先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好听的女声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又听到了比较沉稳的一个像男人的声音，所以呢，他是在跟两位菩萨对话，也是借由他的身体说出来。咱们从刚才开始，其实总是能听到菩萨的这个笑声，这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那个《西游记》里的菩萨不太一样。对，《西游记》里面无论是菩萨还是佛，都是一本正经的、严肃的，对，很端庄。哎，你这泼猴是吧？对，就这种感觉，在后来 Sikia 的这个形容里，整个的对话氛围非常轻松愉快，甚至还有开玩笑，是这么一种氛围。所以呢，他就是经常会问一些奇妙的问题。那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啊，这菩萨是不是也与时俱进了？没有那么死板。对，哎，他就会问这个菩萨呢长什么样子。他说我们呢无形无相，其实是一团光体。哎，对上了，佛里面其实就是这样，它应该没有实相可言。哎，就我们在对佛家的形容里面，其实分了几层天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这样的。那天里面再去细分，有的是住在里面的这种生命体是光形态，还有叫光阴天人，对吧？他们就没有这个实相，但是以光为实。这个菩萨也是类似的，他说我在地球呢就会化身成你们人类的男相或者女相，当然我们如果在别的星球也会化成他们的样子。他在别的星球也是被人奉为神吗？这个没有说了啊，只要我们想找到你，那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频率，跟你达到契合的状态，这样呢方便我们传讯给你，告诉你一些事儿。有点像无线电啊。哎，那之前咱们其实有提到过这个借由别人的身体传信息，对，小动物，对，但是那些人呢都会失去意识。他解释到说，其实是因为跟你们所连接的灵体频率不契合，所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哦，没有这么丝滑是吧？哎，对，没考虑过这个载体的这感受。是的。又问到菩萨，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吗？那菩萨直接说了，其实我呢一直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现在跟你说话的我，并不是全部的我，只是小小的一部分。他自己拆成了好多块是吧？哎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其实呢，我是本体分离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意识。那你们经常把菩萨想象成鬼魂那样，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
到这儿了就不能到另外的地方，但事实上我可以无处不在，这么一个概念。我们寻常百姓家供的这个观音，它真的有可能在所有的家里都在，那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。那所以大家供的这个观音还真的有可能会显灵是吧？哎，是的 ，Part of me 嘛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并且还提到呢，我的本体能量场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强烈，甚至于比你们的太阳还要光明灿烂，没有人类的肉体可以承受，所以这一小部分就很足够了。所以 CK 紧接着就追问他说，那你本体知道你自己跑出来了？我其实知道我自己所有的一切，我知道每一个小部分的我在做什么。那同时我们有相同的意识，也有不同的意识，但是我们会共享这些所有的意识。这个真的有点高级，听上去啊。哎，就是一个高级灵体的存在。你今儿吃了顿龙虾，我今天去吃龙虾这个信息他知道了，那边去吃了这个沙县他也知道，一天之内吃遍所有啊。对，10000个人去吃10000道美食，哎，都吃过了，就是这意思。然后他还问到呢，说为什么你会跟我连接？菩萨回答说，因为这一世跟你有缘，我们过去呢曾经有过一个承诺，这是很久远的故事了。你们老叫我们观音菩萨，但是在不同的次元空间，我们是不用这个名称的。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个概念，次元的概念。其实你们人类经常会说密度、第3密度、第5密度，这是在1的法则里面提到的。对，次元和密度只是不同的词罢了，本质都是一个东西，代表的一定的层级。现在呢，你们所在的星球盖亚实际上处于第3次元。他还认识林忆莲呀？林忆莲是怎么说？他有一张专辑不叫盖亚吗？盖亚是吧？哦，这个盖亚其实就是地球。为什么叫盖亚？因为远古在那些灵体的层面都把这片星球叫做是盖亚，他们的一个称呼。我们是盖亚人，超级盖亚人，对吧？嗯。说你们现在星球在第3次元，现在正要往第5次元去升级，而你本来你的灵魂可以升到第5次元，但你选择回到这个第3次元，所以我们也来协助你。我能升级，我不想升级，哎，那证明我还有啥使命没完成。所以这些呢是非常有勇气的人，那相当于神佛都来帮助他。他怎么直接跳级了呢？不是3升4吗？哎，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，这里面说明4不太好哦，一般楼层都没有4。哎，开玩笑啊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就是3级呢，整个所处的还是一个物质世界，那就是我们所摸到的东西都有实体的感觉，我们的灵魂寄居在这个实体里面。这个灵魂本身相比第5次元会暗淡，会存在很多负面的想法，这些负面的想法也会导致我们做负面的行为，像这些仇恨啊、恐惧一直存在着，直到说灵魂学会了爱，学会了宽恕，那这样这个灵魂的能量会变大，变得更光明。当你有足够的能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沉重的第3次元的地球。那为什么不是第4次元呢？因为第4次元属于他们之间也是有很多灵体在里面，他们的灵魂等级会高一点，但同时他们也非常的好斗，也是还有征战厮杀存在，所以那并不是一个好的次元代表。修罗道，哎，这个其实在书里面是没有说到的啊，但是用我们之前往期的内容去看，其实就很像现在的第3次元是人道，第4次元是修罗道，那再往第5次元就变成了天道，对吧？那在第5次元天道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征战了，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他们尊重大自然，珍惜环境，尊重彼此，也没有犯罪，没有饥饿啊、失业啊，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他们寿命也会比地球人类多好几倍。人人都是芮小蛋，天国的女儿，对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地球呢，目前的能量磁场已经进入到第5次元了，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一个时期是可以快速提升的，相比于过去来说，比几万年前要容易得多，就跟咱们这个会员似的。那在现在也是一个好时机，对，只要199终身你拿走，那过了这个时机，它可能你再去买或者你再去修炼都会很困难，趁机赶紧买吧。现在，然后这个时候 CK 啊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那你说的这个灵魂为什么要来第3次元的地球？对呀，受苦受难来了。哎，很多人都觉得说来到人间是受苦受难，菩萨的回答是，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体验，学习，创造。重要的词他都说了3遍，我以为你卡机了呢啊！他的原话是这么写的啊。并且呢，因为目前来地球实际上代表你所在的灵魂层次还不够高，你其实没有太多选择权，只能随着业力去安排。这个业力我们一会儿就会介绍到啊。那如果灵魂的层次比较高的话，也选择去来到地球，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规划你的人生蓝图的。这人生蓝图也讲过，对，就和我们上期连起来了啊。所以那现在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受到业力的指引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，那灵魂就处于一个相对幼稚的状态，很像我们养的小孩啊。小孩小的时候他只能是接受大人的投喂，给啥吃啥，那等到大了他会自己去选择想吃什么好的，就是一个意思。对，
那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因为所有的灵魂被创造出来以后都是要去体验，并且呢，它这个体验是由低到高。你最开始一定会经历这个低意识的动物，然后逐渐变成有意识的动物，然后变成高等动物，类似这么一个过程，并且经历过动物进化到人类以后，你就不会返回去再去投胎当动物了啊。这个也作词似的，等于。之前不是也说这个人有可能还会轮到动物？那相当于在这里面，他把下三道里的畜生道弄没了。这是一个菩萨的解释啊。西卡就是这个问题，他又深入问了一道。他说：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地球是为了体验，是为了生活，那我们的这样体验的人生是不是固定就不变了？这有点命理学的概念了。相当于在问这个命是不是既定的了。那菩萨回答说：你把八字给我呀，要不然我哪知道啊？其实他有提到这个，他说的是你们的命运既是固定的，又是不固定，跟没说一样啊。菩萨说呢，如果你认为你的一生命运是固定的，那你就是固定的，你会按照这个流程走，等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你回首你会发现都定好了，丝毫不差。菩萨是这么解释的啊，他说每个人都受到整个宇宙磁场、环境、业力、灵魂特质等等这些因素影响，那所以自然会形成一个你们所说的命盘。它是命理学的奠基石啊，这是。他解释了一下，对，就你们常说的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数、星座命盘，其实都是在推演你们的这个人生。在更早的年代，是某些次元空间的灵体把这些知识技巧带到了你们地球。那我们老祖宗编写这个的时候，理论上应该是接触过这些知识。然后这么说起来的话，伏羲发明了这个八卦啊，那他是什么外星人了？这么一个大胆的推测了啊。这女娲也是那个尼比鲁星人。有可能啊。所以地球人在学习了这些知识技巧以后，就开始进行了算命。那你们呢，有时候会认为算得很准，所以非常相信它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样不太好。为啥？因为给你信息的这个人不一定是正确的。没错嘛，神棍太多了。算不准。但是你相信了，这样会产生一个念头，认为你的未来就是那样。如果好的话，你会过于关注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，发没发生，不是说了要发生，怎么没发生？对。那如果不好的话，你就会焦虑，我怎么办？我后面是不是就按照这个走，我完蛋了？所以好或不好，这些东西都会为你带来这个困扰。而你们早些年代这些所谓的算命知识来自其他次元空间，但并不一定就比你们更高阶，并且教会你们这些的灵也不一定是友善。你相当于当你信命的时候，你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框架，就框住你自己，等于你把你自己交给了别人设计好的框架。我命由他不由我了。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。其实这套说法呢，在咱们现在的物理学界，特别是量子力学，是能找到一点解释的。因为在微观粒子方面，粒子呢会以不同的形态同时存在。之前我们做的这个双缝干涉实验，看它的时候它就是粒子，不看它它就是波。对，取决于你看没看它。在波尔的解释里面，在光子通过这个缝的时候，实际上它可能既存在于左边，又存在于右边。但是呢，当你观察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确定的结果。你在这个量子领域，就好像说，我现在拿起这串我们卖的大黑天，我给到你，你有两个选择，接下或者不接。那这个时刻你是有两个可能性的。那直到你做出决定，产生了一个可能性，另一个可能性就直接坍缩了。我拿着了，我就不会不拿。我不拿了就不会拿。对，但是在我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拿不拿的状态。对，有点纠结。对就这个状态就叫做叠加态。所以我们的命理也可能是这样，你本身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，它是以叠加态的形式出现。你可能是超级富翁，也可能一贫如洗，它可能处于一个混合的状态下。对，但是当你观察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剩下一个确定的结果。你比如说你的命里面有很多发展可能，那就剩那一个结果的时候，其他的结果就在瞬间坍缩了，也就是消失了。因为你确定了嘛。所以在这种条件下，你盲目的去看命、算命或者信命，其实对你自己是有影响的。对，会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个心理暗示。并且菩萨还提到一个什么事儿，说你们现在所过的人生其实很像一场戏，人生如戏啊。因为灵魂要进阶，所以你们会经历不同的事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前世今生，就是轮回。那在这里面呢，有很多的人物参与，就好像你亲身去演了上千场的电影一样，而你亲朋好友也在其中的某一场穿插得到某个角色，客串了。对，那有些人扮演你的兄弟，下一世他就扮演你的女儿，那有些人演好人，同时也演坏人。那这些戏呢，无论是喜剧、悲剧还是闹剧，那最终都会结束。每一次你们都会将戏中的角色当成是真实的，忘记了这其实是上帝为你们搭建的舞台。太过入戏了，甚至于下一场戏还没恢复过来，你都演到第500场了，
你还为这个之前的第135场剧情感觉到伤心流泪，这就是灵魂痛苦的因素，没抽离出来。是的，这个时候 C 克拉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演戏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前世，那如果我们一直演，我们能一直记住，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烦恼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就问菩萨，为什么你不让我们记起来，这样方便我们从剧中醒来啊？菩萨是这样回答的，其实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好像你看到了前世你就能想起来，就好像到终点了，那你能解答了，但其实不是。一旦让你们所有人都看到了前世，都记起来的话，你们又会为你们前世受到的苦难感到疑惑，你总会去继续追问，为什么是我？凭什么是我？一切的事情发生是有缘由的，每件事的发生都会带着一个或者数个原因，你光从事情表面来看，你们不知道它是因为什么，这样就会有一个严重误差，反而会对你产生困扰，你产生这种报复的心态。那这话题也是源源不断，没完没了了。对，因为你看到的也是你自己视角下的。对，那你自己去判断别人的对错，你看到你自己前世被人杀了，凭什么？你无法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，失去了公平性，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个样子。大家都是一个新的事去开始，并且说你们在回到灵魂状态后，你们就会看到过往发生的一切，并且呢是以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看。他说你们有些人会刻意的追求去看这个前世的体验，还通过催眠啊或者通灵啊这种方式，其实也不建议这么做。为啥呀？因为你在进入催眠的时候，你唤起的记忆并不是完整的，有时候你会将你过去第50场的剧情和你第600场的剧情混在一起，因为都是现代的原因哦，所以你区分不出来是真的完整经历还是混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你唤起的是你内在的投射，在催眠状态下重新编出了一个剧情。我自己编的。对，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通过催眠啊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片段。这个时候 C 克拉就问他说，之前有一本书叫前世今生，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讲到，那他就是经过心理医生的催眠唤起了前世记忆，那还出现了这种讲不出来的这个智慧话语，那为什么他们这个就是可以？那菩萨说，因为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，因为在那个对话里面真的出现了较高次元的灵体，借由那个心理医生传讯给到凯瑟琳，传讯给到你们。他也看过前世今生啊？他说这些事情他都知道，包括与神对话。他说那个灵者也是非常朴实，把这些东西全都告诉了大家。他包括赛斯书这些他们全都知道的，有不同的人去传讯给到大家，都是一个部门的，看来是。哎，一单位啊。对。然后 C 克拉就继续问他说，能不能讲讲佛？毕竟是跟菩萨去对话嘛。他说佛是一种境界，那佛的这个境界就是知晓一切，并且这个境界呢是与一切创造源头合一的境界，相当于这个造物主合一的境界。你们也可以管它叫做上帝。而且事实上呢，现在大家说的佛教、道教这些教派，那是我们人类定义的。那在菩萨看来，在这种高级的灵体看来，其实都是一个本质。那 C 克拉说，如果佛是境界的话，那耶稣、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也是佛？菩萨说，佛不是一个名称，那既然是境界的话，那代表他们也会成佛，并且不只是他们，如果你们愿意提升的话，众生都可以成佛。佛是一个境界，不是一个职位嘛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并且我们所说的灵魂进行轮回，到佛就已经截止了。那佛其实也是有寿命的，这个寿命是你们宇宙寿命的好几倍，几十倍或者是成百上千倍，只是用现在时间单位不太好估量，但它也是有一个尽头。那这个尽头达到的时候，就是佛的死亡，而佛死亡的那个境界就叫做涅槃，所有能量会归于一切创造的源头，相当于我们之前提到的回到了灵魂之家。那我们现在说到了第3次元要升维到第5次元，那第5次元刚才提到它快乐的像一个天堂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一个人的寿命是几十年，那轮回假设说上千次，那也就是几万年，上万次那就几十万年，这么一个概念。而你成为佛或者你到达第5次元的快乐时间，这个时间这个寿命是几亿或者几千亿，所以你相比来说，就像现在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的几位对比一个整数的概念啊，那它就不算啥了。对，你这么相比的话，其实你现在的受的苦那就不算苦了。但是如果说你不拉长这个时间线，还是觉得会苦。哎，对，所以这也解释了现在佛经上提到的这种极乐、对往生，因为你这么去对比的话，那最终灵魂一定是快乐的。对，并且他还提到，就说一切创造源头在创造的时候，不只是人类这样的灵魂，还创造了其他的灵魂，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一些像精灵、妖怪、山精、地精这些东西，地也成精了。大地都有灵性是吧？哎，并且他说到你们现在所说的星球，我们叫盖亚的这个星球，其实盖亚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，它也是造物主分化出来的灵魂之一，
只是区别于人类，它不需要灵魂，它也有自己的呼吸，它也有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化。那它的身体状况变化就像火山爆发，那可能对于它来说就是一个喷嚏。那还有这种酷寒的冰河期，板块移动，其实它也是一个生命。当然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体叫盖亚，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学说，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在以后去出一期。既然是观世音哈，他有没有问因果是怎么回事？就是说的业力是吧？啊，对，提到了菩萨这块肯定擅长这个啊，对啊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因果业力其实和大家定义的差不多，都是说过去种了什么因，那今后就结什么果，好事结好果，坏事结恶果，这个你们称为报应，对吧？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假设有一个人是 A， 他过去呢因为穷生存不下去了，他去抢钱了，抢了 B 的钱，那 B 因为 A 抢造成了他日后的恐惧，那这个强烈的恐惧情绪其实会一直存在，并且带到他之后的另外一世里。哦，因为他害怕是吧？对，所以 B 因为抢种了一个害怕的果，那 B 在之后的某一世呢，就总有一种不安全感，把门窗锁紧，害怕有人进到他们家，即使他这个小区治安非常好，此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人。那除非某个时候 B 的恐惧这种能量被移除了， B 才会觉得安全。也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儿，造成了 B 可能一世或者几世的心理负担。 A 呢？你也关心 A 哈？那 A 呢，是因为在生活贫困的状态下抢了这个人的钱，那按照因果的法则来说， A 伤害了 B， 无论他是什么原因，那 A 将来也要承受同样的恶果，也会被抢。他不一定是被抢，他在后面的一世或者几世呢，会为这件事情买单。而且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亏欠了 B 成为了他的债主啊，有债权关系了，这是。冤亲债主的这个定义啊，像这种每一次有深刻的纠葛邂逅，那灵魂之间就会产生一道能量线去连接，而这条能量线就会连接着 A 和 B， 跨越很多世，直到这个债权关系结束。是这个意思。我开始想这个线的时候，感觉就像一根绳子把两个人绑在一起，他俩的情，他俩的爱，在这个线上晃悠悠，是吧？这种感觉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线啊，不是你跟我，就是我跟他。那最终交织成一张张的能量网。那我们所说的因果法则，就是根据这些能量网一个一个的去连接又结束。哦，这么说其实就清晰很多了啊，就是我跟你，你跟他，他跟他，或者我再跟他之间的关系，就是这个网上的交接点。对，继续说回 A， 因为 A 抢了 B，A 一定也会感受到那种不安和恐惧，并且他承受的要比 B 还要多，直到 B 不再感到不安，他才离开了这种惩罚。 B 怎么会消除这种不安的感觉呢？这就涉及到逻辑判断了，有一些这个咱们所说的枚举值啊，如果两个都属于灵体状态，两个都已经离开了这一世，都变成了灵魂灵体状态的情况下，那 B 对 A 其实还有一些愤怒的情绪，那就会有一条这个愤怒的线牵引着。这个情况下呢， A 可以去给 B 道歉，负荆请罪，祈求你的原谅，是这意思，就是他可以请求他的宽恕。那如果 B 不同意 ，OK， 那就等待这个因果法则降临，他们就会在下一世或者某一世继续这个牵引。那如果 B 决定宽恕 A， 那这个负面能量线就消失了，两个人的连接就消失了，不会再有什么纠缠了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呢，一个是灵体，一个是肉体。那如果 A 是灵体 ，B 是肉体，两者在某个时空相遇 ，A 知道自己欠 B， 对吧？那么 A 就会以灵魂的状态去帮助 B 一些事情。那这种情况其实完成难度比较大，因为 A 的能量频率如果不够高的话，它还可能会造成 B 不舒服，因为不是一个同等的这个频率嘛。那反过来，如果 A 是肉体 ，B 是灵体，两者在某个时空相遇，那最有可能情况就是 B 因为这条能量线找到了 A， 他纠缠着 A 的肉体，折磨他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很像这个咱们之前玩大富翁里面遇到这种小衰神跟着他，那跟着他的结果就是他会让这个 A 的头脑变得不清醒，产生误判，可能会损失钱，那可能人生的路上就会多了一些困难。直到 B 觉得够了，我原谅你了，依照这个因果法则的也不能太过啊，不然就会反过来一条线了。对，这个冤亲债主就走了。明白了，我抢你100块钱，结果你跟了我3年，类似这种情况，这种能量线刚才说的是负面的，其实也会有正面的，比如说因为爱去思念某个人，这个时候啪一条线也出去了，这条线出去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冥冥之中，你说你想认识某个人，他就真的会认识你，这个道理也在这里。我的意念传递出去了，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这就是对于因果、对于业力的一个解释。最终你看这些线生成又消失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最终学会爱，学会宽恕。那菩萨在最后其实提到说，我们来到这一世，他为的不是说种下这些愤怒或者仇恨的种子，
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是宽恕和爱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对，这也是我们整个灵魂学习的这种关系的课题。不然的话，你会一直在这个戏码上一直去演，愈演愈烈，经常去发现，然后再收线，发现收线，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其实这期我们说了很多，那一定会有朋友说，那以菩萨的视角去传递这些信息，他说他是菩萨，他是不是真的？对啊，他肯定有这样的疑问。我想说，其实当我们去问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的时候，隐藏着一个背后的问题，就是说我是否愿意相信。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说因为真的所以我信，那假的我不信，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个取决于你是否愿意相信我们正在往第5次元发展，是否相信说通过宽恕和爱能让我们的灵魂充满能量，以及是否每个人最终都能到达佛的境界。